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你在和朋友聊哲学、聊宗教、聊科学，结果话题就越聊越大，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场宇宙级的抬杠。最近我在看《灵能的挑战》这个综艺节目，有一个桥段呢，就让我有点困惑。就是节目组他找来了一些比较所谓铁齿的参与者，让他们去问挑战者，也就是文哥一些超级哲学性的问题，然后再根据他的回答来评分，看他值不值得晋级。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老实说，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是一个标准的抬杠问题吗？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而且答案本来就取决于你的立场本身。如果你已经相信神是存在的，那么你可能会认为它就是宇宙的起源，是万物的创造者。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神，那么神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根本就不成立。但其实这个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牵扯到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神。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当有人问神为什么存在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预设了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我们真的能这么确定吗？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不同文明对神的理解其实完全不同，甚至在某些语境下，神并不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宗教传统当中，神是什么？在道教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民间信仰当中，神可能是妈祖、关圣帝君、城隍爷等，这些被信仰的神灵通常与人类社会的秩序是紧密相连的，而信仰这些神明的人呢，通常会认为他们能够保佑平安、赐福，甚至是惩罚恶行。而其他的一些基督宗教，它包括了可能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等，神被认为是全能的宇宙创造者，是超越人类理解的存在。而圣经当中说的我是自有永有的，就是那个 I am that I am， 所谓的 I am principle， 这也代表的神的存在其实不需要任何的原因，它就是一种存在。在看到佛教里面所说的佛陀，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创造者，而是达到觉悟的一种存在。而佛这个词呢，本身来自于梵文 Buddha， 意思是觉醒者的意思。而在佛教哲学当中，神更像是一种所谓内在的智慧，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个体。再看到印度教，婆罗门教演变而来的印度教呢，则有多神的信仰。他认为梵 Brahman 是宇宙的终极实体，而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Atman 都是梵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定义其实也并不是唯一的，而是随着文化和时代的变化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的话，神又是什么？其实哲学家对神的看法呢，往往与宗教信仰是非常不同的。他们更关心的是从逻辑推演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怎么知道神是不是存在的。那我们看到第一个理论呢，叫做本体论证。那圣安瑟伦呢，在11世纪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逻辑推理。他说，神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完美的存在，而完美的存在必须在现实当中来存在，否则就不完美。所以神必然存在。这个逻辑可能有一点复杂，我等一下后面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具体的解释一下。但总的来说呢，这个论证是非常的有趣，因为它完全是基于概念来推理的，而不需要所谓的我们实际上的证据来证明它。第二个理论呢，叫做宇宙论证，是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的一个论证。他认为一切事物呢都有因果，
而宇宙的起点呢，必然需要一个第一因，而这个第一因他认为就是神。这其实与我们现代物理学所说的这个大爆炸理论也有相似之处。那大爆炸理论就是说宇宙的诞生需要一个最初的推动力嘛，那我们现在认为就是那个宇宙起源的大爆炸。那托马斯阿奎那在这边呢就论证说这个第一因就是所谓的神，这是一种定义。下一个理论呢叫做不可知论，是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他认为的一种学说。他认为因为我们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无法确定神是不是存在，而因为这个问题呢也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这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那就是我们既不能证明神存在，也不能证明神不存在。最后一个呢，我讲一下存在主义，那就是尼采他直接说的神已死。那他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有某个神他真的死了，而是指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其实已经无法提供逻辑上、哲学上的意义，因此人类需要自己创造意义，而不是所谓去依靠神明。那我们再来从科学的视角来看一下，神是不是只是我们对未知的解释？物理学家拉普拉斯呢，曾在拿破仑问他你的宇宙理论里没有提到神的时候回应说，我不需要这个假设。而理查道金斯呢，他则认为神的概念是人类解释世界的早期版本，而科学发展以后，这个假设就变得多余。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科学完全否定神的概论。其实很多哲学家，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就曾经说过，我相信斯宾诺莎的神，一个个体现在宇宙法则中的神，而不是关心人类命运的神。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问题的语义学问题，就是神存在吗？这个问题，它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吗？有一点绕啊，就说神存在吗？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吗？这就是让我想到了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在问什么？假设我们现在对一个 AI 提问，神存在吗？那如果这个 AI 是基督教的，他可能会说，神是全能的，他无所不在。那如果他是一个佛教的 AI， 他可能会回答你，世间万法皆空，神是你的心。那如果是科学的 AI， 他可能会回答你，神是人类用来解释未知事物的概念，而没有实证证据。那么哪一个 AI 才是对的呢？其实这三个回答都没有错，因为它是基于不同的定义来回答的。所以当我们讨论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定义神到底是什么，否则我们可能只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讨论不同的概念，却以为自己在争论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非常荒谬的。好了，讲到这里呢，我想要跟大家谈一谈，所以哲学的第一步是什么？哲学的第一步呢，就是定义与逻辑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研究里面第一步永远都是定义清楚我们在讨论什么。那这也是苏格拉底最擅长做的事情。他在《柏拉图对话录》这本书当中呢，总是会问学生，你说的正义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说你说的爱到底是什么？那当我们问神为什么存在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先定义神是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成一个模糊的无法真正回答的问题。好，假设说神的定义是宇宙的创造者，那我们就可以去讨论宇宙的起源，看看是否真的需要一个所谓的第一因。那如果神的定义是我们内心的信仰，那么它的存在与否可能就会与心理学和社会学有关，而不是物理学。所以讨论神的存在不仅是一个有没有证据的问题，更是一个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的问题。那我讲到这里的话，我也想问问大家，你对神的定义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定义不同，那么神是否存在的答案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好，聊到这里呢，我想要补充两个特别有趣的哲学推理。
他们用非常严密的逻辑试图来证明一些看似无法证明的事情，那就是上帝的存在，以及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模拟的世界里。那这两个例子呢，会让我们去思考，当逻辑推理出一个荒谬但无法反驳的结论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第一个例子呢，是上帝存在的一个数学证明，它是高德尔的本体论。那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高德尔呢，是20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之一，他以不完备定理闻名。这个定理呢，彻底颠覆了数学基础，告诉我们即使是最严格的数学系统，也有无法证明或证伪的命题。高德尔还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那就是他试图用数学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高德尔基于11世纪的神学家圣安瑟伦的本体论证，将它转换成了一种数学语言。他的推理大致如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前提哦。第一个前提说，我们定义神是拥有所有正面性质的最高存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定义前提，我们说如果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正面性质，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前提合起来，那么神必然存在。结论，那这个论证的核心呢，就在于存在被定义成了一种所谓的完美属性。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前提的话，那么神作为最完美的存在，就必须拥有存在这个特性。那所以结论，神就必然存在。这个论证呢，并不依赖经验证据，而是纯粹的数学逻辑演算。事实上呢，德国数学家甚至用计算机验证了这个推理的形式逻辑是完全正确的。那问题就来了，这样就能说明神真的存在吗？还是说我们的逻辑本身有漏洞？很多哲学家会认为，这个证明的问题在于它将存在当作了一种性质来处理。但是存在到底能不能算是一种属性？是一个副词，还是一个动词，还是一个名词？这仍然是哲学上的争议。那也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语义学上的问题了。第二个很有意思的推论呢，是关于人类到底是不是 NPC。那这个论证呢，是来自于瑞典的哲学家尼可波斯特洛姆的模拟宇宙假说。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性，我们很有可能只是生活在某个高等文明设计的模拟世界里，就像游戏里的 NPC 一样。那这个模拟宇宙假说呢的大致推理，我也跟大家复盘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假设是，假设科技发展没有极限，那么未来的文明应该能够创造超高拟真的模拟世界。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感觉科技发展应该是没有极限的，而且未来的文明也应该能够创造这种超高拟真的模拟世界。好，第二个假设，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创造无数个模拟世界，那么模拟生命的数量将远远超过真实世界的生命数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它确实有可能可以创造无数个模拟世界。所以呢，结论，任何一个个体都是模拟生命的几率远大于你是真实世界的生命。真的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从这个逻辑推演的角度上来看。那这个论证的关键点呢，其实是在于统计学。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了能够运行高度拟真的模拟世界的技术，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模拟世界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原始生命体。这一个理论呢，推导理论被很多科学家、数学家，还有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伊隆马斯克都非常的支持这一个论点。或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量子力学中的测量坍缩的现象与电脑渲染技术是很相似的。当我们观察一个粒子的时候，它的状态才会被确定，而这也有点像是我们游戏画面在玩家靠近的时候才会渲染出这个细节。那宇宙中看似基本的物理常数，是否也很有可能是程式码设置的参数呢？这些想法听起来很像科幻小说，但其实真的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个假说是值得严肃对待的。好，
讲到这里，我来跟大家谈论一下，所以这些哲学论证它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高德尔的本体论是正确的，那么上帝存在这件事就不再是信仰问题，而是数学逻辑的必然结果。如果模拟宇宙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某个超级计算机中的数据。而这些理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是不可证伪的。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错的，但也无法真正证明它们是对的。而这也正是不可知论的核心观点。当一个理论无法被证伪时，我们就不能轻言断议它是对或错。所以当我们面对像是灵能的挑战里面那些关于神、时间、灵能的问题的时候，也许最好的态度不是这一定是假的，也不是这一定是真的，而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承认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节目里面另外一个我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节目中有一位参与者，他问文哥，你是用什么方法看到人的过去的？那文哥回答完以后呢，这位参与者又补充说，因为我是一个很有逻辑和条理的人，所以我对这种问题呢都会用逻辑来去分析。但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忍不住心里有一个 OS， 就是想说，真的有逻辑的人应该会试图去证伪，而不是只是选择性的听取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部分。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我们通常会认为过去就是我们三维世界的时间线上已经发生的事情，比如昨天、去年、我的童年。可是这个概念真的是正确的吗？在我们的直觉里，时间是一条线，从过去流向现在，再往未来前进。但这个时间观其实只是一种人类在日常经验中形成的心理模型。如果我们从哲学、物理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时间其实并不一定是线性的，也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确实存在。我们来从佛教和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看，时间真的存在吗？佛教对时间的理解与我们的直觉完全不同。在许多佛教经典当中，时间被视为一种幻觉，因为真正存在的只有当下。比方说，我们经常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但那个时刻真的存在吗？不一定，它可能早就已经消失了。它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印象。而佛教中所说的三世即一念的理论认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当下的一部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看到过去或许不是所谓的我们回到过去，而是从当下的某种记忆、能量和意识场当中来提取信息。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物理学，时间的概念就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牛顿提出的绝对时间呢，是在17世纪的时候，牛顿他认为时间是一条独立于空间的直线，那不管你在哪里，时间的流动都是相同的。而爱因斯坦呢，在20世纪推翻了这种观念，提出时间与空间是交织在一起的，所谓一种时空连续体。那时间的流动速度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比如说在强大的重力场，比如说黑洞附近，或者极高速的运动接近光速的情况下，时间就会变慢，甚至有可能停滞。那这也意味着时间其实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变形的。另外一个叫做 Block Universe Theory， 就是区块宇宙理论呢，它也认为时间可能是静态的。那现代物理学的这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假说呢，他认为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意识沿着时间轴移动。那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那么过去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消失，而是仍然在某一个维度里面。那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时间不是真的在流动的话，
而是一种我们无法察觉到的整体结构。那么看到人的过去，可能就不再是一种所谓的玄学，而只是一种读取或者调频的能力而已。好，我们再从玄学与量子物理的角度来看看，我们真的能读取过去吗？这让我想到一个神秘的概念，那就是阿卡西记录。在一些灵修学派当中，有一个说法是认为宇宙中存在一个所谓的信息场，记录着所有人的记忆，那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宇宙资料库。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于印度哲学的阿卡夏，就是我们这个阿赖耶识，我们在佛经里面会读到的，意思是虚空的意思。那灵性学者也会认为，某些人可以进入一个特殊的意识状态来读取这个资料库的资讯，听起来很科幻，但其实这也与某些量子物理的理论是有微妙的对应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量子物理学的视角。我们来看看量子纠缠。根据量子力学，两个粒子可以纠缠在一起，无论它们相隔多远，改变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另外一个粒子的状态也会立刻改变。那如果宇宙中的粒子可以以这种方式同步，那么我们的记忆、意识，甚至所谓的过去，会不会也是某种形式的信息场，仍然保留在某个维度当中？那么这样的话，看到人的过去就不一定是回到过去，而可能只是解读某种量子资讯。我们再来看看量子场理论。现代物理学家认为，世界的一切并不是真正的物质，而是场的表现。这些场遍布整个宇宙，影响着所有物质和能量。那如果意识本身也是一种场，那么是否有可能有人能够调频到某个时间点的信息？这种概念虽然目前还没有所谓的科学证据，但它也与佛教刚才提到的万物皆空有着有趣的对应，那就是一切都是场，一切都是当下。好，那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啊，那就是你是用什么方法来看到人的过去的？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前提是过去确定存在，但根据佛教、物理学甚至很多玄学的观点，我们都有可能会发现，过去可能只是当下的记忆，它并没有真正的存在，或者说仍然存在于某个维度，只是我们的意识沿着时间轴移动，或者是说它只是作为信息场的一部分，可以被读取。所以这位参与者问的问题或许应该被改写成，如果过去仍然存在，那我们是否有方法去读取它？这样的话，讨论的方向就会变得更加开放，而不是简单的划分为相信或者不相信。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也想问问大家，你觉得时间是真的吗？你相信时间是一条线性的流动，还是它只是一种人类的感知？如果时间是静态的话，那么未来是否也已经发生了，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好，那我们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我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问题。那我发现呢，我们一直都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能知道一件事情是真的吗？其实哲学家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也讨论了几千年，但答案往往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我个人会比较认同的哲学观就是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那这个词呢，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是无法知道。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利他在19世纪首次提出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理性有其局限性，对于超越经验的事物，我们无法确定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无法证伪，那我们就不能确定它是对的，也不能确定它是错的。那这也让我想到科学史上的一个例子。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回到16世纪，告诉当时的学者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看不见的原子组成的，他们的反应大概会是，科学无法证明，你是错的。但今天我们不仅知道原子是真的，还能利用电子显微镜直接看到原子，甚至还进一步的发现了量子物理的世界。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觉得不合理的东西，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还不够。而在19世纪，牛顿力学是主导了整个科学界，
人们普遍相信宇宙的运行方式就像是一座精密的钟表，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初始条件，比如说物体的位置、速度、质量等等，我们就可以完全预测未来。这个世界观也被称为所谓的决定论，他认为万物的发展都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一切未来的事件都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但是到了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出现就彻底颠覆了这种看法。量子力学研究的是微观世界中的物理规律，比如说电子、光子、原子等基本粒子的行为，而在这个尺度上，物质的运动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物理学家海森堡，他在1927年提出了一个很惊人的理论，那就是我们无法同时准确地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也就是所谓的动量。那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非常准确地去测量一个电子的位置，那么它的速度就会变得完全无法预测。反之，如果我们可以确定它的速度，那么它的位置就会变得很模糊。那这也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与牛顿力学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当中，物体的位置和速度应该是可以同时确定的，只要我们的仪器足够精确，就能够非常准确的去测量一切。但是海森堡的发现却告诉我们，宇宙的最基本层级是本质上的不确定的，而不是决定论的。那这也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未来是固定的，还是我们的意识与选择会影响现实？另外一个发现呢，是量子叠加。量子物理学的另外一位大师尼尔斯·波尔，他提出的一个粒子在被观察之前，可能处于多种状态的重叠当中。那这个想必很多人都有听说过，这个理论的经典案例就是薛丁格的猫。那薛丁格的猫这个悖论呢，就是你想象你有一只猫，它被关在一个盒子里，那盒子里面呢有一个机制，如果一颗放射性原子发生衰变，机制就会打开毒气，猫就会死掉。那如果原子没有衰变的话，猫就会活着。但在量子物理的理论当中，原子的衰变与否是一个量子叠加的状态，那就是说在测量之前，它既有可能发生衰变，也有可能没有发生。因此根据量子力学的逻辑，在你打开盒子之前，猫是既死又活的，而只有当你观察它的时候，这个状态才会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状态，要么是死的，要么是活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这正是量子世界的真实规则。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的观察其实会影响现实？甚至更进一步，这是否也意味着意识在宇宙的运行当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呢？比如说哥本哈根诠释，他就认为是观察者让量子系统选择了一个结果，而多世界诠释就认为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发生了，只是我们的意识只体验到其中一条世界线。这其实很复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以后可以再做专题来为大家详细的解释。所以说，玄学和科学的界限真的那么清楚吗？如果我们现在说时间不存在，神是高维度的自己，人可以读取阿卡西记录，这些话听起来像是玄学，但会不会几百年以后，这些理论反而成为科学呢？毕竟科学的本质不是证明真理，而是不断的去推翻旧的假设，去发现新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呢，也对量子力学有很多的怀疑。他曾认为量子纠缠就像是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而这种现象呢，也已经被实验证实了。那就是当两个纠缠的粒子分开，即使它们相距数光年，改变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另外一个粒子的状态也会瞬间改变。这是否也意味着宇宙有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隐藏连结呢？好了，讲到这里，我们节目也到了结尾了。其实我主要是想要鼓励大家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去探索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探索的不是对错，而是可能性。你不需要说服所有人，但你可以试着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因为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
那么今天你对世界的理解有没有多一点点不同呢？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生活美学和哲学的方式的话，请帮我一个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这个频道。我也很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想法，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都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分享我看待世界的眼光。那就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希望我能看见你的世界。也欢迎关注我的 Instagram Melvin Doesn't Know， 看看我的摄影作品和我的一些日常思考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谢谢大家，拜拜。